接连发生的银行抢劫案，2名蒙面歹徒5个月内抢劫银行6次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，下一步将袭击何方。连续抢劫案对美国警用枪支的发展构成了深远的影响。美国的执法机构被迫换装并配备了威力更大的枪支。匪徒与美国 FBI 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 FBI 感到羞耻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。莫看见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今天的案件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第2大城市迈阿密，这里是美国第4大都市圈。1985年，在5个月内，这座城市接连发生了6起银行抢劫案，使当地居民和各家银行都感到十分的恐慌。而抢劫银行的凶手却令警方束手无策。迈阿密连环抢劫也成为美国警史最羞于启齿的案件。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让我们一起把时间倒退回1985年。1985年的10月8日，星期二，这天天气晴朗，迈阿密街头一辆运钞车跟往常一样，准时来到了一家银行外。押运员刚下车，突然从路边冒出了2个男人，拿枪指着运钞员，让他打开运钞车的后备箱。随后2人又走向司机，让他下车。运钞员见此情形，赶紧就溜走了，而司机也一脚油门开车逃跑了。2名歹徒有点懵，朝运钞车开了2枪后，便跑回了车里，随后扔下了一个烟雾弹，逃之夭夭。警方接到报警后，立马赶到了现场，发现一枚军用的烟雾弹及.12口径的弹壳。警方感到很诧异，这2名歹徒手里怎么会有军用烟雾弹呢？运钞员对警察说，2名歹徒头戴头巾，手上戴着黑手套，身穿迷彩服。运钞员看不清他们的容貌，一位目击证人提供了歹徒的车牌号码，这成了警方破案的唯一线索。可当警察找到车主时，车主却说，我的这辆车在1个多月前就被盗了，车上还有2800多美金。线索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警方该如何找到凶手呢？也许只能等他们再次犯案了。果然8天后，在迈阿密南迪克西高速公路上，一家繁忙的超市门外，运钞员正在往车上运几个装满现金和收据的钱袋。此时从拐角处突然冲出一辆汽车，在汽车的天窗上，一个戴着黑色面罩的蒙面男子手持长枪对着运钞员就是一枪，但什么也没拿就迅速逃跑了。运钞员在送往医院途中因失血过多死亡。警方赶到现场，发现射杀运钞员的子弹与8天前2名蒙面歹徒射出的子弹都属于一把.12口径的枪。警方判断2起案件凶手可能是同一人。2个星期后的11月8日，在佛罗里达国家银行又发生了一起抢劫案。一名柜员没有人报警，而是枪战结束，特工自己拨打的报警电话。为了避免类似的误会，此后 FBI 的外套和防弹背心都印有醒目的黄色 FBI 字样。迈阿密枪战被评为 FBI 史上最失败的行动，但却也给美国警方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影响。至于犯下多起银行抢劫的凶手已经离世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也许是因为生活的艰难，也许是因为越战时期留下的后遗症，究竟因为什么，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